该听众朋友在秋刀鱼上个月有一台船发生了激烈的车祸，真的，拍在秋刀鱼之后，拍在剪不完，对，剪不完，处理那个就直接掐下去了。肉，今天要去钓啥？吃透抽。我们阿嘎今天手持透抽班初体验，所以我们要钓什么？透抽。你确定不是白刀？不是盐梗？不是。然后？无啦，无迄个物件。应该有希望嘛？有啦，吼。可能无希望。哎，大家好，我是光。何静啊，后边讲。Hello， 我是怪兽山丘的小饼，今天来讲钓套抽。有没有发现小饼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拍透抽？其实不是说我没有去拍透抽，而是说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钓套抽这个部分，所以介绍一下钓透抽相关应该要注意的事项，还有船长的访谈。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进入船长的访谈咯。开水灯跟不开水灯的应用来讲，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船。那有时候透抽它会躲在这个光圈的外面，或者说经过的它也会靠近来，只是它会躲在船下的黑影。水灯大概它能透射的深度大概到50米。那如果说我们水灯打下去的时候，如果是像这种它会靠在灯的外面的范围的话，我们就要掉到比较深的地方，有时候也要到20-30米而已。那你水灯打下去的话，我们船下这个黑影就没有意义，因为上面已经够亮了，那你必须得留下船下这个黑影，让它可以躲进来。水灯的应用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可能遇到第二层流，比如说30米、40米，它是另外一层流，我们原本下去的时候线是往这边，它下到40米的时候，它可能线又往这边出去了，它上不来跟流水有关系。我们会发现说，有时候我们下去，线直直的，怎么还是会勾到，或有点斜斜还是会勾到，就是因为下面的流会转，这跟鱼上不来有很大的关系，这跟流会有影响。正常来说，透抽其实它的习性是我们会越钓越浅，但它会跟着上来，那有时候可能钓到最后只要钓20-30米就会钓得到它。而这两趟大家会发现只卡在90米，这就是有2-3层流的关系，它会卡在那下面。不然透抽来讲，就有点类似白带，它就是我们越钓越浅，钓到最后20-30米我们就钓得到。可是这两趟发现不会，那就是跟流水有很大的关系。这几次钓都有发现，就是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大家都可以乱漂？线的关系，然后这2+1、3+1，两只布卷加一只泥棒，跟3只布卷加一只泥棒吃水的系数就差很多。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倡就是说，你线越细，其实在对你整个晚上的做钓行程是越有利的。你线越细，你越不容易求高。那你可能整晚少求高5次，你可能就多个5只10只鱼了。一整晚多个5批10批，其实也蛮多的。而且你钓的比较轻松，你感度越好，越直接，去水又好。有在吃了第一时间你没办法稍微开枪一下，那是有差的。最重要是杆子，你如果杆子你选对一把正确的杆子的时候，甚至你不让它就是会来咬，因为杆子会跟着船在往上晃、往下晃，会跟着晃动。那如果说你选择不对的杆子，它就一直硬硬的在那边，就连咬都不会来咬。这个问题其实就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线的问题，跟线是一样的。大家就会觉得我一把杆子打天下，可是说实在的，一把杆子打天下，或者一条线打天下，不是说不可以，所以相对的，你的体验就会变比较差，你的适用状态就也没有那么好。希望那时候可以借我说，我们这样讨论有拍片，他们可以去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或许他们准备做一些调整，他们可以钓得更好，钓得更开心。更不容易踩。我觉得小搞搞的鱼种是因为太多的关系，没有那么针对性。因为透抽它我就是针对透抽，手持透抽这绝对算是进阶版。对啊，对，跟小搞搞比起来，小搞搞就是还是以欢乐为主。我觉得台湾的钓客的水准也一直在慢慢提升，就是出船都会聊，垃圾不落海啊，能下去就只有鱼可以吃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一句讲的也很赞啊。啊，就临近了，加档的来钓嘛。钓套抽啊，我有钓啦。你钓套抽嘛？钓袂大。无啦，买人们钓袂大啦。你较有看毛？无，早上没有视野你啊，干嘛还做导弹？嘎了，最后我金手指啊！你说哪里？捅哪一边？哪一个口？不是下面那个口。刚船长介绍了水灯的用法，为什么钓透抽的时候你会发现船长是不下水灯的，然后他只用船顶灯的方式来做打灯的效果？原因是因为那个黑影的关系，就是为什么只有打顶灯而不用水灯？这边我就不再多做赘述了。然后也介绍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什么？因为我们钓透抽真的没有这么大只，就算你用了3+1 4门的布卷泥棒，全
全部都给你咬上了荆棘的炮管型透抽，也不可能把你的细线拉断。所以为什么这几年大家在介绍透抽吊组的时候，都会特别去讲到说，真的不需要用到太粗的线，1.5号线其实就已经很粗了。可以的话，大家通常会比较建议你用细线，原因就是因为有流水的问题，而且用粗线的话，你也很容易被水流带走。被水流带走之后，刚刚讲的不开水灯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吊透抽的船，它只打顶灯的状态下面，它会在船底呈现一个黑影。那你的线组如果过粗，比较容易被流水影响的时候，自己试想一下，当你的吊组下到水里的时候，如果在浅层可能还好，但是如果那一天的流速比较高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放到80米、100米，你已经完全偏离船底的影子？那相对的，你的透抽救耳率就会变得很差。再来是你的吊组不要过多，3+1真的是紧绷了。小饼个人还是会比较推荐你用2+1，因为说实在的，你2+13门要全部都中钩，其实就已经有非常大的难度，干脆就直接2+1就好了。再来是你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白带的时候，你都会比较安全一点，也没有必要说，如果我用的线比较细的时候，结果遇到大雾的时候被强奸怎么办？真的不用担心，不要去欢乐这个事情，因为你的布卷不会有其他的大雾来咬，再怎么样的大雾，顶多是 NR 后而已。说真的，小饼钓了这3-4年下来，我就顶多遇到 NR 后会咬布卷而已，其他的大型鱼种还真的没有听过咬布卷的，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放心用细线。个人真的建议用1号线很够了。小饼自己在钓透抽就是0.6、0.8，真的不用担心。而且不管你在船上任何的位置，你都可以很准确的投放到你要的深度，这个深度的位置还是在接近正船底，只要你的钓组是在这个船影下面，你就会更容易钓到你想要钓的套 Q。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前辈船长他会建议你钓透抽的时候用细线主要的原因。船长的好大只，没有关键字都听得很清楚。船长那一只很大只啊！船长的好大只。其实很多的船班在出船的时候，它都有一些出船的资讯。这一些出船的资讯，它就会提到说要用的泥棒可能需要用几号到几号的泥棒，或者说几两到几两的铅锤。个人会建议你各个号数都准备2个，会比较安全。因为我们难免还是会不小心遇到白带，还是会不小心遇到剪线的问题，所以会建议你最少准备2个以上。那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号数的原因，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流水在变，有时候可能流向在变，有时候可能船长会有其他的调整。虽然通常我们到了钓场之后，船长可能会广播说我们今天要使用的号数可能是30号，可能是40号的泥棒，可是不代表铅锤就用不到哦，而是说我们长时间在做钓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流向，可能会因为流速，或者是说有其他的问题，例如说隔壁的钓组、隔壁的线组用的号数可能跟你不一样，它可能会过飘，或者是说它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飘，这时候你就可以去调整你自己的钓组，也许你的30号布卷就把它调整成25号的布卷，那你的钓组飘动的状态可能就会比较接近一致。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用细线，但是你的上一家它可能用的比较粗，或者是说它用的是3+1，然后你用的是2+1，那它在飘动的状态都会有影响。这时候大家的钓组要怎么样互相去调整，然后来做到一致性。说真的，早一点休趴的话，也许你就有机会可以多钓几只，一个晚上多钓个5只，多钓个10只，不是很开心吗？如果对方不能沟通的话，那就是我们更换我们自己的钓组。这也是船钓的一个美感，不管是你要去注意流水流速的问题，也不管说你是要去注意其他人钓组的飘动的状态，我们自己就要去慢慢的去观察，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的做调整，来达到我们在下钓组的一致性。关心周遭人的状况，其实对你自己的做钓真的会有一点帮助，真的不无小补了。也多去跟其他人聊天，会比较开心一点嘛。不要打傻的自己很专心的在那边钓，专心的在那边钓多无聊啊，是不是？你要喷水一点。满满的 N 更啊，90多米还是 N 更是怎样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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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刚好钓的啊！哦，拔起来，那这
然后再来就是说，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可是小饼上船的时候还是会习惯多带一个可以传抛的钓组。原因是因为通常你看到很多的 N 更或是海豚、鬼头刀这一类的鱼靠过来的时候，大部分的套 Q 都会被吓跑，所以有时候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手就会痒。因为如果看到 N 更，表示下面会有很多的 N 啊，就是那种肥烟、那种3点烟，这时候你的传抛就会很有用处，或者是说你看到的鬼头刀，这些鬼头刀可能不是1只2只，它可能是一群出没了，1群2群出没。这时候你的传抛的装备就会非常非常的有用，带一个轻装传抛组，不用用太重的米诺，用个大概20克到40克左右的喷水型米诺，或者是可以挖深的这种米诺都可以。你只要抛到20-30米的距离，看你的针对对象是什么。如果你要针对的是鬼头刀，一落水就可以开始狂抽，可是记得一定要有鬼头刀在附近才有用哦，不要傻傻的一直乱抛。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鬼头刀的时候，你有看到满海的 N 更的时候，抛出去记得落水至少要10秒，让它沉到水下，才开始快抽。不然你如果在水表跑的话，大部分都是 N 更啊、青吉啊这一类的鱼来咬你而已。如果你要针对的是比较大的，像3点烟这一类的鱼种，会建议你让它沉到大概差不多5米、10米之后再开始快抽，下面的这些大烟就会来咬你的饵。我觉得这是一个船钓蛮有趣的地方。虽然说船长会开到钓场，然后他会找鱼给你钓，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鱼种靠过来的时候，这时候要不你就是跟大自然抗衡，要不你就可以玩一下这些其他的鱼种。但是真的切记，你的钓竿钓主要够力，因为记得你是来钓透抽的，所以会有其他人在钓透抽，你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那这时候如果你想要玩传抛，有一个很重要的，绝对不让线，请记得你的钓主一定要够力，中鱼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就把它硬拖回来。这是一个不正经透抽、不正经小搞搞的玩法。你可以玩传抛，但是切记真的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你要钓透抽，那透抽的装备就建议真的用越细越好，因为你用的越细，你的水阻就会越低，你就越容易把你的钓主放在船影的位置，降到船影的位置，你才比较容易钓到透抽。那当你想要玩传抛的时候，不管你是在船腹、船尾，或者是说船头，都会建议你用2号线、3号线5千型以上的卷线器，然后刹车尽量锁到9分以上。为什么？因为当你在传抛的时候，中鬼头刀、中 N 那中这些洄游鱼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线的时候，你很容易会跟其他人修趴。尤其是大家都在钓透抽，大家都在钓小高高，或者是说在钓其他钓法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这一条鱼，没有办法好好的控线，你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如果你要玩传抛，钓主线主用粗一点，一定要第一时间尽快的把鱼都拖回来。那花较大声啊！钓鱼，加了，加了！无啦，大家哪会知你钓鱼？爆头了你？没有爆啦。哇，水噶，马上搞缸，每一个都包好好。安喏。好了，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欢迎帮我订阅、按赞、分享、留言，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शामों में ढलते जाए हवाएं जुल्फों में घुलती जाए कोई पूछे जो मुझसे